贤玲姐，贤玲姐，静儿，怎么了？这是？她好像中毒了。中毒？中什么毒？你先帮我把银针拿过来。好。 黄甫先生，春生，黄甫先生，出大事了！啊？出什么事了？咱们这儿也有这样的病人啊！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到底出什么事了？黄甫先生，你看这位老乡的症状，应该和城里的百姓是一样的情况。城里的百姓是草春堂大药房免费发放的一种补药，叫寒湿散，说是吃了这种补药的人会身强力壮。 但是没想到，大家吃了以后反而虚弱无力了。想要医治这种症状，就必须服用另外一种药，而这种药却贵得要命。这个梁柳实在太过分了。春生，只要你在村口见到这样的病人，就把他带过来给我医治。嗯，好，我这就去。哎，等等，春生，千万不要跟病人说我是黄甫密，知道吗？知道了。仁心堂终于开张了，以后患病的人 就不会吃到假药，受到伤害了。哎，我一直很好奇，你一个山大王，为什么要去开药馆啊？因为我想当一个好人，一个真真正正的好人。你这么说，好像你以前是坏人似的。我以前是快意恩仇，行侠仗义，以为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人，可跟我家静儿比起来，我太渺小了。 渺小？哪儿渺小啊？我说的是胸怀。黄甫密宅心仁厚，把每一个病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来疼。在他身上，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医者父母心。我明白了。你是被黄甫先生感动了，所以开了这个药馆。黄甫密遭奸人陷害，梁柳贩卖劣质假药，势必更加嚣张，所以我才决定 开了这家仁心堂。对，开仁心堂，替黄甫先生出这口恶气。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我想让所有的病患者吃下的都是真正的好药，所以炮制繁序，不省人工，药材珍惜，不减其质，是我仁心堂永远坚持的理念。哎呀，黄甫先生，谢谢你啊！你看我都好多了啊！黄甫先生吗？这是什么？他就是黄甫先生，我们就是吃了神针堂的寒湿散，你把我们害惨了呀！啊！兄弟们，我们不治了，不治了，走，不治了！哎，乡亲们，乡亲们，你们先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先把事情搞清楚啊！你们身上可还有你们所说的那个寒湿散啊？黄甫先生，你看我这还有点。 哦，谢谢。假的。啊！乡亲们，你们吃的这个寒湿散是假的。啊，假的？这是怎么说假的？我们最早吃的是神针堂的，现在吃的是草春堂的，难道？ 先生，哎，春生，刘将军的手下也吃了寒湿散。啊，一共多少人吃过了？我们上上下下有几十号兄弟都吃了寒湿散。哎呀，啊，没关系，
正好呢，我那个药已经煎好了，你们服用之后呢，一定会好过来的，不用担心啊。谢谢先生。先生，你真应该进城里开个医馆。那个梁柳，真是太没人性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草春堂那个梁柳，他不仅陷害了神针堂的黄甫先生，现在就连为黄甫先生请命的季康先生也锒铛入狱了。那个梁柳，简直太没人性了。老大，哎，听说山里头有一个神医，真的吗？抓过来！我觉得你就在这儿歇着，请郎中的事儿还是让我们去做吧。对，你才混山头几天啊？我估计你连郎中书生都分不清楚。哎，老大，这个你放心，这看病的是郎中，读书的是书生，这个我们还是分得清楚。对，我对你俩不放心，我跟你们一起去吧。大哥，喂，你们有没有搞错啊？啊，喂，你们两个笨蛋，你们两个不仔细看一看，他就是皇甫谧。真的太好了，我就知道静儿不可能死。是不是你把他打晕的？不是我，是我两个兄弟，不是。真是的！哎，静儿醒了，怎么是你们啊？黄甫先生，静儿，慢点！哎呀，黄甫先生，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活着的，我就知道你还活着，黄甫先生。哎，不过话说回来，你怎么会在山里面坐诊看病呢？那个司马奎不是把你房子烧了吗？司马奎呢是烧了春生家的房子，可是我被香菱还有春生救了出去。哎，香菱姐姐也还活着。是啊，我跟香菱呢一直住在山里面，我知道城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对了，季康兄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啊？兄弟，那季康先生他是坚决不相信你在瘟疫期间用了那些假药坑那些老百姓，所以他到处找证据想为你翻案。只是司马奎还有那个梁柳这两个混蛋，哎，他们想尽办法，之后把季康先生给弄到监狱里面去了。把他弄到监狱里面去了，是我连累了他。司马奎、梁柳，我与你们势不两立。黄甫先生，那你打算怎么办啊？哎，我的强项呢就是治病救人，我要用这一点去击败他们。什么意思啊，兄弟？我要重振神针堂，我不能让师傅一辈子的心血毁在我手里，更不能让梁柳他们愚弄百姓，逍遥法外。好，黄甫先生，你放心吧，我跟不准一定会全力帮助你。没错，兄弟，你先送我回山里去吧。香菱不见我，肯定急死了。黄甫先生，那我在这儿等你们回来，一定要把香菱姐姐带回来。哇，哎，东西都收拾好了，走吧。香菱姐，你跟我进城吧，我一定会重振神针堂，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我不走，为什么？我不想走，我喜欢山里的清静。还有呢？没有了。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不敢面对世俗的眼光。可是我们之前……你别说了。好，那不说我们，说我吧。我是个大夫，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我知道，我知道你心系天下，也知道你责任重大，所以你是天下人的，你不是我的。你走吧。你说的是赌气的话吗？你说这些，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想清清静静、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我不想掺杂到你那些随时都会掉性命、乱七八糟的事情当中去。静儿，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了。
我知道这些不是你的情况，你应该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为了重振神针堂，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想娶你也不是1、2天的事情了，这些你心里面是知道的。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不想嫁给你，你明白了吗？写的什么呀？我不认字啊！你给我读卖小王法，迅速王法，真的假的？要是卖小王法，你是这种人，太无耻了，这是啊，对，太不像话了，太自然了呀！哎呀，卖假药这种事，简直是丧尽天良啊！侵犯皇府秘，太缺德了！徇私枉法，贪墨成性，我怎么突然成了虽死不足以告慰天灵的通缉犯了呢？是你，跟我走。兄弟，皇甫先生，你把香菱姐姐带回来了。是他不请自来的。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还不是看在师傅的份上。哎，静儿做什么要去这么久？这都城里到处都是官兵，你这样到处走不好吧？没做什么，我只是想亲眼看看自己的告示，看看这个罪大恶极的皇甫谧究竟所犯何罪，魂归何处。兄弟，这到处都是官军的哨探，你就不怕？我怕什么？命都不是自己的了，我早已经自绝于天下了。我在狗官眼前晃了一顿饭的功夫，他压根儿就没有把我认出来。就算他慧眼识珠，看得出我死而复生，那倒也好，就把我绑送朝堂，省得我费力气走路。我看你是忘了自己当时下山的初衷了，口口声声说要为了天下苍生，可是转眼就为一己私心意气用事。就是因为记得，我才没有纠缠下去。就在出发前，我还在问自己：归隐山林，永不问政。这样的一个承诺，我能坚守多久？可刚刚，就在那张告示面前，我算是明白了，这个虽死不足以告慰天灵的皇甫谧，的确没有在尘世间再抛头露面的必要了。这是我的命，我得认。算了，怎么说我们现在已经安全的到城里了，这是好事。只要把嵇康先生给救出来，那些王八羔子，哎，都别管他们了。就是啊，皇甫先生，消消气吧。现在也不是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对吧？香菱姐，既然我都到这里来了，也没你什么事了，你先回山上等我们的消息吧。你以为我是为了你才下山的？我是挂念不准兄弟和英惠我才下来的，你别想太多了。哦，那既然这样，兄弟啊，麻烦你帮我照顾香菱姐，我先走一步了。你去哪儿啊？我去找王大人。禀大人，皇甫谧先生来访。你下去吧。是。皇甫先生，真的是你啊！王大人，你别来无恙了。皇甫先生，一直以来，王某始终不信，总觉得你会吉星高照，化险为夷，这不，让我给猜中了。来，快说说，这火海逃生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大人，此次我前来，多有惊扰，只是情势紧急，我死里逃生，全靠香菱姐还有我师祖的搭救。不过是命有福星，这点事不值得一提。眼下我最为揪心的，便是嵇康先生的案情。他为我鸣冤，却把自己给搭上了。只恨我醒来的太迟。但凡早一天睁眼，事情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想办法把他从天牢里面给救出来，片刻都耽搁不得。
嵇康的事情确实难办，且不说他举政不力，反遭司马一党诬陷，单是他在朝堂之上与皇上唇舌相争，步步紧逼，就让皇上下不来台呀。如此罪状，即便是平冤昭雪，皇上也未必会减轻责罚呀。说实在的，此次来京，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得到昭雪之事。现如今的朝廷，如乌云遮月，其实我等引火之光可以复明。既然在众人眼里，我已是孤魂野鬼，那我也可以随了他们的愿，从今往后不再现身于世。所以，就嵇康先生出狱，最好也是瞒天过海。你的意思是，明着来，既费时又费事，我干脆把他从天牢里偷出来，带他一起远走高飞。那怎么可能？天牢重重设防，罗网密布，就是插翅也难逃啊！王大人，请放心，我自有主意，只是需要你给我行一点方便，也便于我行事。大人，你知道我的为人，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不会连累朋友。你的一举只会存在我胸间，烂在我肚子里。我倒不是怕个人安危啊，只是这天牢乃一国法度象征，更是兵防重地。若是事情闹大了，恐怕适得其反，还望先生三思。王大人，我好歹也是在宫里伴君多时之人，这点轻重我还是了解的。我并不是要兴师动众的去劫狱，动刀动枪的把式，那是司马奎等强暴之徒的手段。我们医家自有医家的办法。至于王大人你，只需要给我们一点方便，然后尽可能的洗脱干洗就好了。香菱姐姐，要不你先吃点东西吧。我不饿，你先吃吧。这菜都凉了。唉，静儿，怎么样了？王大人深明大义，答应帮我们开路了。然后呢？然后当然就是看我的手艺了。这就是你们商量出的办法啊？开路说好了是送你方便，说不好那就是去送死。师娘啊，就算你信不过我，也该信得过师傅呀。20多年的言传身教，到了该露一手的时候了。你只管看好戏就是了，干嘛还要喝倒彩呢？我不是在给你喝倒彩，我只是觉得这样太冒险了。眼下冒险为的是今后平安，值得。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当然是越快越好了。我打算马上动手，我还要赶回去给春生抓药呢。这么着急吗？嗨，事不宜迟，你跟英惠呢，就在这里等候吧。好。哎呀，晶儿，不准！你来的正好，一会儿你跟我去一趟王赞大人家里面。王赞？梁柳这个狗贼，生意越做越大。我突然想起，在京城的日子就剩这么2天了，我总觉得要给这里的人留点念想才好。兄弟，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想去见梁柳。喂，啊，兄弟啊，从前你总劝我三思，可你这是要翻天啊！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可是我们毕竟是来救人的，如果在此之前再生事端，恐怕就要前功尽弃了。再说了，你不是答应香菱姐不让她担心吗？急什么啊？就冲梁柳那小子的所作所为，我杀他1000次都不嫌多。这个时候让他安然赴死，太便宜他了。报仇的事不在这次的计划之内，这我比你们更要清楚。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逍遥余生，悠然快活。我想让他记住，此生此世，他欠下的人命要用一辈子的噩梦来偿还。梁柳，
过来！别过来！你们怎么才来？没听见我的喊声吗？黄福明的鬼魂过来索命，快去捉鬼！捉鬼？捉鬼啊！快去！哦，快捉鬼！快点！哎呀，兄弟，你说你这是图什么？图个痛快。你是没有看到梁柳那小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像掉进染缸一样。这么黑你也能看得到？就他那张脸，等他入了土我都认得他。刚才你就应该把他一块带出来。就算把他带出来，又能改变什么呢？嵇康的案子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司马奎会有更多的动作，而曹局呢，也依然是波诡云谲。他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小丑，只能在这些大人物身边分一点残羹冷炙，打发余生而已。这次算他运气好，下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没有下次了。真的吗？就这么算了？饥饿之家必有余殃，走着瞧。义父，义父，我看见黄甫密了。你确定？孩儿敢拿性命担保，我现在说的句句属实。就在昨天晚上刚吵完仗的时候，准备休息，这门就突然开了，有一个黑影朝我扑过来。就算我眼睛瞎了，但我耳朵没聋，听那声音正是黄甫密啊！就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把你这御医馆主管吓成这样，我怎么把你再举荐给皇上？你以后怎么做大事？草房的一把火是我下令烧的，就算是冤魂索命，也应该是来找我。如果他本人还在，他就应该直接找皇上，给我一个下马威。就凭这2点，我能相信你这满嘴的鬼话吗？义父恕罪，事先孩儿什么也没有准备好，就仓促地惊扰到义父，还望义父恕罪。但是今天听义父点拨之后，孩儿现在全通了，全明白了。你说的事情也不得不防。那这样，我派一队亲兵在城中四处搜查，查找黄甫密的余党。对外嘛，就说是你家中失窃，御医遇险。你给我记住，今天所有的话，不许透露半个字，否则我要你的脑袋。孩儿明白。你们俩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查看地形。对，查看地形。不准，你来说，你们到底去哪儿了？老实说。我跟静儿一样，查看地形。你少来了，你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撒谎的，你不用替他掩饰。哎呀，你就别为难他了。我们的确是去查看地形了，顺便呢就拜访了一下梁公子。梁，静儿，你到底想干什么？这样吧，你们慢慢聊，我先出去一下。不管怎么样，去了就是去了，闲言少叙，我们抓紧时间吧。抓紧时间干什么？救人呢，我们动作要快，要提前了。难道你今天就要动手？恐怕呢，我已经惊动了他们，是我的错，是我不够冷静。可已然如此，我们就只能将错就错了。静儿，好，都是我不好，都怪我气愤难忍，只想给梁柳好看。可是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等救出嵇康，回到山上，我任你处置。而眼下我必须要去找王大人，不准会跟我一起去。你呢，就好好收拾东西，在这里等我，随时准备出城。香菱姐，我再拜托你一件事。什么事啊？一会儿收拾东西的时候，你带上一把鸡毛掸子，带上山去，专门伺候我，行吗？行了，光讲好听的说，快去吧，我懒得生你的气。那就好，我去就回。
这么急？司马奎向来诡计多端，如果这一次真的惊扰到他，他一定会早有防备。依我看，夜长梦多，不如马上出城。这样也好，趁着局面不明晰，早一步把问题解决，对大家都好。这是廷尉剑的腰牌，它可以帮你们进入天牢，无需记录在案，只能探监，不能提审，更不能带人出狱。至于怎么用，那就看你们的了。我明白了。记住，要当心。你放心吧，王大人，我一定会妥善处理。我准备了2套廷尉的官服，就在堂下，你们去换一下吧。皇甫谧，先行谢过大人，你的恩情，我和嵇康定当竭力报偿。好了，什么都不用说了，快去吧。是。干什么呢？有公事。什么公事？有几个要犯的供词要核实，这个呢，是我们的令牌。进去吧。你2位今天到这儿，是要见哪个钦犯啊？这但凡呢是1个月之内要问斩的呢，我们都要一一核实。哦，可有上面的批文？我们人都来了，还需要什么批文呢？反正人又带不走，你也别操这份心了。大人莫怪，这狱有狱规，我也是例行公事。你们要是执意要见，在这见就是。那请你给个方便。你是说要我走？哦，2位请便。要多谢这位牢头大哥。2位见完人，尽管告诉我一声。好，去吧。请。嵇康先生，还没开刀，我竟已到了阴曹地府。不是，这还是天牢。嵇康先生，我还活着。活着？没错。皇甫兄，你还活着？我福大命大，那把火根本就没有把我烧死。这件事我回头再慢慢跟你解释。我们2人前来是要把你救出去。救我？对啊。这里可是天牢啊，外有重兵把守，连只蚊子都飞不出去。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可你要带我出去，只会拖累自己。嵇康先生，既然我敢闯龙潭，就自有办法，只不过要委屈你一下，让我扎几针就行。你是说扎我几针？凡针治人身都有禁忌，其中人有鸠尾穴，位于脐上7寸，剑突下半寸，击中后冲击腹部及肝胆，震动心脉，可致人血滞而亡。然而师傅生前曾经提及过，此穴也可活用，力道分寸皆由自己掌握。只要下针稳妥，能致心悸昏迷，有假死之象，但可保性命无虞。原本是师傅教我的防身之术，现在看来可以用在先生您的身上了。你是说让我假死？没错，这一针下去，1日内气息全无，胸无跳动，届时以运尸之名，将先生悄悄送出天牢，而我等在外接应，可以逃出升天。后面呢？后面，我们一同上山，此去数百里，有深山连绵，就算千军万马，也不见得荡清。你可以去那儿著书养性，远离尘世纷扰。嵇康先生，小声点。我到底说错了什么？你说的没错，你说的都对，并且我也信得过你的医术，你也能安全地把我送出京城。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你这样做，你知道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吗？当然是为了救你出去啊。这么做，你救不了我。啊？
先生何出此言？我原以为你不羡庙堂之高，只求悬壶济世，卓尔不群，是个知心换命的朋友，值得我深交。现在看来，你我到底还是难言同道啊。不错，我是因为你而入狱，因为我知道你皇甫谧绝不是贪赃枉法、同流合污的鼠辈。嵇康先生，你说的条条都是道理，虽然我听不明白，哎，没关系，以后哪怕是3天3夜不眠不休的，我都陪你说。可是司马奎爪牙马上就过来了，等他来了以后，那就死定了。我在这个牢房待的时间比你长，比你更清楚。什么都别说了，我先把你给带出去。哎呀，你别说了。哎呀，嵇康先生，你的话我听明白了，你说的没有错。我执意营救，没有顾及先生的高洁，愧对兄弟2字。可是我还想恳求先生，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跟我一起来到京城、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更是为了王大人他老人家的鼎力相助。纵然千错万错，可大家既求先生避祸屈服的心意，天地可见。有这么多人为先生而奔走，尚且我等还有余生，可更错孰过，于情于理，都请您三思啊！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请速速离去。你们干什么？先生，我们跟你说了那么多道理，你都不听，我们只能来硬的了。失礼了，动手！动手！住手！你们再这样下去，今天我就血溅牢房！先生，哎呀，先生，你怎么那么固执啊？你这是何苦呢？你们快走，不要因为我波及到你们的安危。你们再不走，我撞墙了！啊，不，行，我们走就是了。好，走，走啊！好，走。哎呀。小人参见司马大人。廷尉府的人还在里面吗？正在天牢问话。这么急着办案，我倒想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带路。就这么走了？嵇康先生的脾气就这样？出去再想别的办法吧。哎，司马大人，这边请。哎，哇，好，司马奎，我们快回去吧。哎，等等，还等什么等？你不会想跟他面对面的杀出一条血路吧？哎，你说对了，我还真的是想从他们面前杀出去呢。哎呀，你别开玩笑了，不行的。哎，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要救嵇康先生呢，这是唯一的方法。我发现你跟那个撞墙的人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固执啊！好了，谁让你是我兄弟，要死咱们一起死。只不过你死了之后，那香菱怎么办？哎呀，这个你放心，也许这是一条更好的出路。正所谓祸兮福所倚嘛。啊，就像嵇康先生刚才所说的，春秋大义尽在我手，怕什么呢？啊？司马大人，这2位就是廷尉派来办案的。怎么是你？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我吧，司马大人。抓住朝廷侵犯皇甫谧！我看谁敢！皇甫谧，你今天自投罗网，还敢如此的嚣张！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问大人，你凭什么抓我？凭什么？你还觉得你的罪过不够大吗？我不管你从火海里如何脱身，今天天网恢恢，你也难逃惩戒。将我定罪？谁将我定的罪啊？我为什么事而定罪？我倒是想听司马大人说一说。当然是因为在疫区，你徇私枉法，贪没药品款项，皇上已经重判，你死有余辜。来人，带他们去再审。
皇上早已降旨重判，你死有余辜。司马大人啊，敢问立案之时，我皇甫谧在场吗？有没有让廷尉设堂公审呢？有没有听取本人的供述？按本朝律法，只要涉案之人不死，必须有口供。如今我就站在你的面前，而你呢，连半个字都不从我这儿拿到，凭什么判我有罪啊？啊？那是皇上。哎，别拿皇上来压我。我相信皇上英明睿智，能辨忠奸，只是被身旁的不轨之徒蒙蔽，才发出了错误的声誉。可眼下我回来了，我正准备见皇上，当面跟他说清楚，帮皇上清正视听。到时候公堂重审也罢，维持原判也罢，我甘愿听从皇上的处置。可在那之前，司马大人哪里有资格定案呢？还有，我要提醒司马大人，咱们俩之间的私账可还没算完呢。你对我所做的一切，我都记在心里。只要我一息尚存，迟早我是会从你这里讨回这个公道的。皇甫谧，你不要太得意。就算这个案子有逆流之嫌，可眼下在皇上收回成命之前，你还是朝廷钦犯。况且你今天晚上偷窃腰牌、私闯天牢、假扮朝廷命官，桩桩件件，我都可以重重办你。来人，拿下！本官要好好的审问。慢着，王大人。司马大人，原来是王大人，你来的还是真够巧啊！正好抓到2个在逃重犯，大人请看看，认不认得？认得，当然认得。他就是名满天下的神针堂名医皇甫谧先生。看来大人也知道内情。那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2个人的衣服、腰牌都是从那里取得的。不错，是从我这里拿的。那好，私通侵犯，贪赃枉法。明天我会在朝堂之上参大人一本，请皇上下旨将你革职查办，以儆效尤。皇甫先生刚才的话我已经听清楚了，他说得很明白，现在旧案未定，谈不上侵不侵犯，一切等到面见皇上之后，由皇上来定夺。司马大人，你要是敢越权私定罪名，我一定禀明皇上，告你个犯上之过。王大人别打岔，你还是先把这衣服和腰牌的事说清楚，再做他论吧。皇甫先生死里逃生，蒙受了不白之冤，他到天牢找相关证人核实案情，也是合情合理。只不过我给他提供一点方便，如果有碍规制之嫌，我明天面见皇上，自然会如实禀告。是扣俸，还是记过，皇上自有公断。总之，你就不需要操心了。既然这样，那咱们就都等面圣之后一样一样的看，到时候自有公论。来人，把人犯押下去。王大人，咱们明日朝堂见。司马大人且慢，我急忙赶过来，正是为了此事。我听闻司马大人亲自下天牢巡视，我怕你做出有碍审案的举动。你别忘了，你跟皇甫先生之间因为放火一事有私怨，这种情况下，司马大人理应避嫌，除非你有廷尉的公文或皇上的旨意，你不能擅自羁押皇甫先生。依我之见，司马大人既然认定皇甫谧先生是戴罪之身，那他就不能离开天牢，等待明日公议结果，再做定夺。你说呢，司马大人？
那就依王大人的意思，把他们留在这里，交由牢头看管。此话甚妙。牢头，小人在。这2人交给你。明天他们要是缺了半根汗毛，我唯你是问。小人遵命。下去吧。是。司马大人，那就请回吧。你先行一步，我从他们这儿拿回廷尉的官服和腰牌，稍后再走。不送了。王大人，走着瞧。给大人添麻烦了。这没什么，你无一官半职，尚且据理力争，我若畏首畏尾，那就枉做本朝命官了。